才发现找胶带头这么省事，再也不用拿手抠了，早学会早收益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说到这个话题呢，大多数人是越讲越急眼呀，但是每次我们粘东西的时候又必须要用到透明胶带。大家用到胶带的时候呢，几乎每次都要花一些时间来找上面的胶带头，每次都是拿指甲抠，如果手指甲剪了，那么抠胶带头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费事。今天这里教大家几个找胶带头的小方法，其实我们闭着眼睛也能轻松的找出来。学会了之后，再也不用拿手抠来抠去了。方法简单，其实我们可以借助工具，这个工具就是平常所使用的牙签。大部分人找胶带头的时候呢，都是用手抠，但是用手抠未必能找到。大家都知道牙签是比较尖锐的，有些牙签两头都是比较尖锐的，用哪一头都可以。我们可以用牙签呢放置在胶带的中间，然后慢慢的旋转胶带。如果我们找了一圈之后还是没有发现胶带头，可以反方向再找一圈。一般碰到胶带头的时候呢，牙签就会被卡住，牙签就会停顿在这里转不动了。卡住的地方呢就是胶带头了，用牙签轻轻拨开一点就能够将其撕开了。我们直接用牙签来划一划就知道胶带头在哪里啦。这个方法是不是特别简单呢？找出胶带头后，这时大家也不要丢掉牙签。我们在使用完胶带之后，可以直接将牙签粘在胶带头上，这样下次再找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快速的知道胶带头在哪里啦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出门在外牙齿卡住了，还可以顺便用一用呢。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啦，牙签它还另有用途。这个牙签除了可以找胶带头，当胶带用好后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断胶带的工具。相信很多朋友在使用胶带时，如果没有刀或者是剪刀都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胶带韧性非常好，轻易弄不开。遇到这种情况呢，就可以用牙签来解决啦。由于牙签的顶端呢是非常尖锐的，只需要在胶布上戳一下，胶布就会被戳破，然后我们轻轻一扯，也就可以把胶带撕断了。运气好的时候呢，用牙签戳两下，胶带自己就断开了。再使用好这个牙签呢，我们也不要把它扔掉，依然把它粘在胶带头的位置，这样下次在使用胶带的时候呢，就十分的方便了。您觉得呢？如果平常不用牙签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借助一枚硬币来帮忙。好多朋友呢都有随身装硬币，我们就可以借助硬币，用同样的方法来找胶带头啦。大家都知道硬币是比较硬的，我们可以借助它的硬度来顺利的找到胶带头啦，方便又实用。又有朋友会问，如果我们没有牙签和硬币，应该要怎么断胶带头呢？其实方法也特别简单，我们不用任何工具，直接徒手也能断胶带。下面就分享给大家，学会也是一种技能哦。平时撕胶带的时候呢，很多人都喜欢用牙咬，其实这样是很不卫生的。透明胶里含有苯和聚二乙烯等化学物质，病从口入，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伤害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把胶带粘到需要的地方，我们两只手捏住胶带的边缘，然后用拇指的指甲掐住，两个手指盖相互抵住。接下来注意看哦，我们就这样上下相互用力，歘的一下，胶带就撕开了。再给大家演示一遍，拿住胶带的边缘，用指甲用力掐住，然后两只手反方向用力，这样胶带很轻松的就可以断开了。简单吧？那一些女生力气比较小，或者是没有指甲，徒手撕不开怎么办呢？再教大家一招对折法。把纸箱封好后，我们把胶带扯出来一点，然后将其对折起来，前面这里给它粘住，
然后在这个折痕处，我们用指甲给它刮一刮，把这个折痕刮明显一些，留下一个褶皱。接下来让胶布维持松弛的情况，不必拉太紧，并迅速往后用劲一扯，胶布便会在褶皱处破裂了。即使在风向的时候，也是同样可以使用这个方法的，这样断出来的胶带头呢也非常的平整。再来一次，大家注意看哦，过程很轻松，解决了没有工具断胶带头的方法。不过呢，需要注意技巧。假如您渐渐的往后带动，胶布是无法撕破的。重点就在于快速向后一扯，用巧劲，越快胶布越容易破裂。如果这个方法您还觉得过于麻烦，不着急，我们还有一招快速的，这个方式就特别适合我们平时来包装的时候。我们现在将它封好口，然后只需要将我们的食指先放在胶带的下面，然后再用大拇指顶在食指上面，在胶带的正中间的位置，最后我们用力往下一拉，呀，是不是没有扯开呢？看视频是不是看见人家轻轻松松就把胶带断开了，而自己却怎么也扯不下来？其实方向是对的，就是细节不对。这里我们需要注意，把我们锋利的指甲掐在胶带的边缘处，再利用巧劲轻轻一扯，胶带就下来了。再来一次，一定要在胶带的边缘处，如果是在中间，胶带是扯不断的，因为我们的指甲没有那么锋利，它没有突破点，掐在边缘处稍微用力，胶带就断开了。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快捷。您也许会觉得徒手撕胶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是当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后，你会发现它比使用剪刀更加迅速方便。徒手撕胶带不仅可以节省您的时间，还能让您在紧急情况下更快速地完成任务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